来看一下啊，今天我老师给大伙带来一个久违的原版啊，因为这个《三国战记》系列啊，你懂的啊，无论是《三国战记2》还是《三国战记2P》还是《三国战记》，总体来讲呢，基本上现在很多改版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规避版权版之类的。其实总体来讲呢，规避版权版也是原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三国战记》的这个2。它的106版呢，就跟这个100，然后103和106它不一样。106版呢是这样的啊，106版呢是大家伙熟知的，玩的比较多的。所以说基于106版呢，也有很多什么106S 呀，什么106-3S 等等。那么这个版本，你看第一关上来先是樊城夺梁啊，就是原版，这是正式的官方原版。它是第一手呢，先来一手这个樊城夺梁。这个樊城夺梁呢，就是一个入门关啊。这个在《三国战记2 Plus》里面是没有的。那第一关正常应该是属于这个，对吧？火烧博望坡。咱们这次给大家伙玩的是《三国战记2》的106诸葛摊分。这个游戏摊分不像《三国战记2P》，很多人说小狼，你《三国战记2》里面摊分我还不会吗？就是那个牛筋，对吧？牛筋底儿的疙瘩鞋，疙瘩都磨没了，那对吧？那鞋一脱，那脚底板直接给鞋垫粘出来了啊，就那种感觉。但是不是这个2和2P 它不一样。这2里的摊分呢，之前的记录小狼解说过，是来自于飞花满天。尽管啊，飞花哥呢是玩这个《三国战记2P》的大神，但是玩2里的这个摊分记录也是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战记2》里面根本就没有摊分玩法。但为什么又有摊分玩法呢？这个就不叫摊分了啊，这个叫打分。就是打分呢跟摊分不一样，摊分需要套路，需要这个耐心，而打分呢，这个呢也需要套路，也需要耐心。但是这个游戏它就跟《三国战记风云再起》似的。你比如说风云再起，很多人说我看风云再起，很多人不吃那个分，一个1万分、2万分他不吃，为啥？说白了，他一个连招啊，连好了可能就好几10万分，连不好就是一个兵就少了，对吧？就没了，就一点分都没有。那你说怎么说，对吧？所以说这个版本呢，跟正版跟那个2P 那个打分不一样。咱们这次的记录呢是破了很多。至于他走的什么路线以及什么这个路子啊，咱们还是要看清楚。总体来讲呢，这个操作者呢是来自于关云长，他是破了4年，对吧？长达4年记录之久的这个记录。因为什么呢？第一，没有人玩这个摊分的玩法啊。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很多这个什么106-3S 那种更难的版本出现了之后吧，很少有人玩。这个版本呢，其实已经很少有人能理解了。它已经颠覆了《三国战记》和这个《三国战记2P》的这个信念。为什么叫《三国战记2P》？大家伙儿比较熟悉，就是那个可以复制什么神龙无水啊、4大神器呀、孙子无子啊，外加各种武器的那个版本呢。除了它比较丰富之外呢，它取消掉了这个正式等级，因为它有隐藏等级啊，它没有正式等级，它有隐藏等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必杀呢全是通过手摇，而这里面的必杀呢虽然说可以手摇，但是呢也可以通过放宝。这里面呢，我说个事儿啊，就是说小的时候很多人就不会玩，哎，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然后那个士气值又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第一关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一定要咱们的这个一定要咱们半血了之后呢，才会出现这个火烧博望的这个剧情。而咱们这个你看啊，第一次一上来，这个关云长呢，他是选择直接就把这个夏侯惇给 K 掉了。他把这个夏侯惇 K 掉了，就没有过正常的任务。他是这个路子啊，他这个路子，这样的话呢，就跟之前的不一样。之前是可能是要选择，你可以招降这个夏侯惇，或者说是首先你要引诱走嘛，这是正常的。然后3个选项，2P 是2个选项。这里面主要跟大家伙讲一个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摊分这种事儿呢，不是所有的摊分都是这个长时间的什么这个2个小时，那个3个小时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总是要有点耐心的啊，总是要有点耐心。这个是复制不了东西的。然后这个游戏呢，武器啊，比如说诸葛呢是只有火扇和冰扇，还有这个普通剑。它是没有那个电剑和巫语的。同时呢，你像，对吧？赵云、关羽、张飞都是有这个2级武器啊，本身的2级武器，然后再加上就是方天画戟，它也没有那个真方天画戟啊。这武器环节也比较少。但是这个版本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版本呢入门特别难，但是一旦你入门好了之后呢，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2P 是什么呢？入门简单啊，都知道怎么玩。只是技术不好而已，但是玩到极致啊比较难，因为这个版本呢给的血比较多，而那个
这个包括咱们这个士气值，你不用管它。首先呢，你练必杀大不了就不一样啊，伤害不一样而已。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玩2P 的话，就不需要，入门特别快啊，特别快。好了，可以看了，这个诸葛这个孔明令灯，然后还有这个诸葛亮，还有发大水，然后再就是这个正常的雷击，还有八卦阵，只有这点东西了啊。好，这里面不用跳啊，不是跳3下、第4下直接跳进去，他是站在那不动，直接落下来了。很少有人走这个路线，咱们这个打的是摊分，所以说大家伙能理解啊。这一个就是30万分啊！但这里面吧，你要是有牛筋，哎呀，他多刷他那么几下，这个分数就上来了，对吧？其实这个版本，就是原版106，相当于《三国战记119》的终极版本。但是呢，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很多人说它简单。它不是简单，它是入门特别难，然后玩下去之后简单。而呢，这个《三国战2 P》就是入门特别简单，玩下去特别难，就跟某些乐器似的，比如说钢琴、吉他，啊，你无论你会不会，你上来教你弹个小星星，教你弹个什么东西，哎，都比较简单，说会就会了。但是呢，弹下去真的很难，啊，什么古典吉他呀，还有钢琴，对吧？你就大家伙都了解。而这个你比如说练那个什么唢呐，练那个唢呐二胡，那你看，当然这里面也有大师啊，咱先不说，比如说咱们这么说吧，说这个小号、长号、管弦乐，它入门特别难，有很多人可能就觉得一辈子都吹不了这个东西，他吹都吹不响，他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吹响。他一旦他吹响了，掌握技巧之后，啊，后面呢就比较难，它的上限比较小。你像什么唢呐呀，这个二胡啊，这个东西啊，就虽然说它吹好了也还是牛逼啊，但是呢，就它入门，就是首先就是它入门难的已经不行了。它这个入门基本上属于没有人，就是说你弹那个小提琴，什么唢呐、吹唢呐，还有拉二胡，像这种乐器啊，你没有个3-2年功夫，你都吹不出调来，你都拉不出调来。一旦入门了之后呢，慢慢熟练度起来之后，它就是这个意思啊。好，这边啊，我们看看，各种要死的样子，赶紧用一个这个流马。这里面这个木牛流马，就是我们认为木牛流马是2个东西啊，就是在这个游戏里，尤其是玩2P 里面。木牛和流马，木牛呢补给品多一点，流马稍微少一点啊，它是这么一个设定啊。但是这里面你看它说死就死，当然这里补血比较多，其实它给你的那个补给品也多啊。就你如果说你打死 BOSS 之后，或者说随便绕个地图，它给你的补多。你像这个威灵仙，在这里就有，特别的屌的啊。好。我操，这个小兵，这个刀兵，好，我操，直接撞出了一个31的衣服。这个兵看起来像不像那个什么？就是每次那个关羽说“我带500削刀手”，啊，就是这个，对吧？大哥，我以为他不走了啊。你玩的《三国战记2》的一个版本好像是原版了，你别闹，那个不是《三国战记2》，那个是《三国战记2 P》，就是《三国战记2 Plus》，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而且我想说，《三国战记119》、《三国战记115》、《三国战记117》，虽然说都不一样，尤其是115、117和119的区别，真的相差很多，但是。还是可以相似度在95%以上，而《三国战记2 P》和《三国战记2》它俩的相似度只有85%。很多人说那也不就是差10%嘛啊，这就不一样了。就我跟你说，它俩的差距仅仅是比《三国战记119》和《三国战记风云再起》相差的远一点。
真的。三国战记和三国战记11那个三国战记风云在一起，大概相差30%左右。除了画风基本一样之外啊，里面的玩法基本全变了。你那个是2P， 而且呢，三国战记2我也说过了，2是什么呢？2是有什么？有这个三国战记2的100版本和2的103以及106版本。而那个三国战记2P 的话啊，它是有什么呢？204版本和205版本。啊，这个205版本呢就是不能复制，但是204版本呢就能复制。那就能拿那个衣服，然后复制什么神龙骨水啊，什么白虎神器啊之类的，是这么一个设定。而205呢，虽然说不能复制，但是无论是204还是205，它都有一个这个 bug， 就是说这个通过2个人捡3件衣服，2个人来捡3件衣服的话，是可以捡出什么呢？它可以捡出这个无限的这个阵法和神器。比如说你放一个白虎神器，或者放一个孙子兵法，通过捡啊，就可以直接捡出这个无限神器。能复制的是204版本，然后呢，他们选人物啊，如果你选这个专业版的话，可以选，各种对调的人物，比如说诸葛亮，有正诸葛，有智诸葛啊，就正孔明和智孔明，有正庞统和尹庞统，正马超、锦马超，啊，正貂蝉、伪貂蝉，是吧？然后呢，正张飞、莽张飞。正关羽、逆关羽，啊，这个黄忠也是俩，就每一个角色都是两个角色啊，2种这个路子，有点像，比如很简单啊，就是一个是表的，一个是里的，就像你比如说你玩的克里斯有表克里斯、里克里斯，什么干河大地奇侠社和的音乐队奇侠社啊，就这种意思啊。看到地上那个闪电没有？那个闪电就是武将技当中的神器，吃了之后呢，武将会有这个技能。而诸葛亮这种军师，他只能吃什么呢？那个阵图，就一个木卷，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哎，你看《三国演义》里面那个看那个有点像那个一卷书那种啊。对，那个赵云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正赵云，一个是血赵云，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那个孙权，一个霸孙权啊，也不一样。好，连续往前顶啊！好，感谢我们的这个画龙像的菜鸟哥。这里应该有一个包子，对，应该叫大饭团啊。好，直接卡个跟头，你卡完之后他会卡个跟头的啊，一个跟头直接一个前空翻，这胖子有点东西啊。关羽，领导发话，关羽不占空谈蒋干。好。这里面的话，打司马懿啊，要走这条路线。他现在呢是351万，你们看不看见啊？该吃分的时候要吃的。司马懿的话呢是防一下反击，然后打角落，一个灯把后面的兵清掉。好，前锁呆，前锁。一会儿打死他的话，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无火神焰扇啊，在《西游释厄传2》里面也有这个无火神焰扇。如果是2P 的版本的话，无火神焰扇是在那个井底下。这个无限连击你们也看到了啊。我郎有一句至理名言，
就是因为它不能被无限连，所以说它可以被无限连啊。因为它不能被无限连，所以可以被无限连，这个是个说法。哎呦，这个位置，这个小兵是内奸啊，这个小兵。不是这个版本跟那个不一样，你看的那个版本是三国战记2P，这个是三国战记2，所以说它不翻倍。好，无火神焰扇啊。好，这一顿锤啊，120多连。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有伤害修正，但是呢，伤害还是一点一点的在废。哎，靠，这个小兵不给面子啊，少摊了多少分，兄弟们？好，无火神焰扇，攻击力加200。小兵说：“我不能一直演啊，一直演下回不带我玩了，对不对？”哎呦，我一顿神砍！拿上这个扇子之后啊，咱们攻击有硬汉判定，它可以往前顶，有那个就是那种类似于像，就是无限往前伸的那种感觉。好，血涨到一定程度上，无论他一直在不在这里待着，基本上差不多了。好，一个诸葛连弩，歘破防，哎，血杀1点，直接定住。好，混乱加那个迷魂，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减他的防御力，又不让他主动攻击，就技能啊没打着，他这个混乱，他这个是让他受伤害变多。没整好，正好已经秒了。好，漳河战记啊，漳河战记，从现在这一刻开始，这个广场叫做漳河广场。这个漳河在这个《三国战记2》里面啊，是神一般的存在啊。对，它应该叫硬直，不应该叫硬汉啊！硬汉是霸体，硬汉叫霸体。这个好，我们看看啊，还是要打分这个还是要吃分啊。这个扇子你看它是加200%的 power， 而且还能连击，所以说这个非常变态。A 完之后要左右取消，或者前跳，像这种取消掉，这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玩法。这个诸葛亮拿上这个扇子，很多人说那他有一个冰扇有没有用？严格意义上来讲，冰扇是没有用的，因为没那个必要啊。商河拿的什么武器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它应该是钩。但是呢，还是链钩、躺棍、槊棒、鞭、剪、锤、抓、拐子、流星锤，拐就是那个东方棍，是吧？抓和钩，加上这个流星锤的这个结合体。其实你这个分得很开啊，很多人觉得。那个你说的18单兵器里面没有你说的这个兵器，它是综合的。比如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那刀也分为单刀、大刀、金丝大环刀，还有什么呢？3尖2刃刀，或者说是剃刀，再加上什么呢？双刀，对吧？双刀，这是不一样啊，就很多种刀。剑也是，剑分为长剑、短剑，还有什么呢？还有巨剑啊，就大剑啊，就是这里面不是说那个什么地下城里那个巨剑，就是大剑。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软剑，就是细软的剑啊。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还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剑叫什么？叫参差剑，也就是双剑，比如说雌雄双股剑、阴阳双剑、参差剑，一长一短，啊，各种。还有子母剑，就是正常的一个剑，剑里面套一个小的一个匕首。咱们看那个《新龙门客栈》里面，对吧？参差剑，啊不，那个子母剑，杀那个甄子丹的时候，不就是先把剑伸过去，甄子丹把那个剑一转，然后从这后面又伸出一个小剑把他整死的嘛？啊，就是这个子母剑啊。而这个你就能理解这个事儿啊，就是说那个张合拿那个武器是什么？他又有钩又有链啊，对吧？不一样啊。张合相当于什么呢？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吧。张合相当于拳皇97里的，包王嘛，对吧？相当于拳皇97里的包王。好，再打大的。然后再打小的，好，等这个箱子下来，30万啊！这个是一大一小一大，如果是二的话呢，就是先打3个的，再打2个的，无论它3个是大的是小的，先打3个的，再打2个。真事儿啊！他就相当张合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神雕侠侣》就倚天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射雕英雄传加《神雕侠侣》这2部当中的裘千仞，很厉害。但是呢，比起这个五绝还是差了很多，对吧？你们还是分不清是哪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是没有这个电剑的，也就是赤峰剑，它是没有这个剑的。我这皮什么皮？人造皮革。我这衣服花160块钱买，还是我实在是没衣服穿了，没招了买的。好了 ，A 一下。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叫技能啊，大。你看这个人物的多变态，你说啊？托马斯旋旋，哎，这多赖，你说啊？直接电死！将军何苦助纣为虐？啊，为汉效命，牛筋，这也算是招降了。要令吗？哎，牛筋令。啊，照样还是得用牛筋令来刷，但他普通剑还留着，看不看见？当当当当，好。主公快走！好，我来了。哎呀，这一个单臂大回环啊，还是得用它来刷牛筋。哎，操，这个节奏不好啊！好，没说刷几下，但是已经没有牛筋了。得有那个军令状了啊，得有军令状了。他这个运气真不好啊，这还能破纪录啊！好，这把你说这个徐晃拿这个斧子，这应该是炼狱斧吧？比炼狱还得猛，这个斧头。他想把他放走，不能吧？
难道是要放走？好，应该是要放走了。这个玩法铁是放走啊，没有别的玩法了。好，跑了。耶，这能被催到的啊！这个版本诸葛就3个武器，如果不算本武的话，就2个武器。不算本武就2个武器啊。好，一个8个阵图，张合吧，哎，直接大，直接秒。这个张合战绩是真不一样，8阵图配张合。好，木头人替身之术就下降头了，一个歘，哎，替身之术啊，这个小兵立功了，看没见？这小弓一挤，直接还把人头踩了，小兵有点东西。好，决定状。你们看的那个几十个亿的刷分都是另外的版本啊，它不是这个《三国战记2》的原版啊。好，哎，你看这个小兵非常龟啊，往前立个盾牌往前走啊，太龟了。好，放水。啊，你看打了3个补，不知道最多能打多少补啊？这个放水为什么有的时候灰色的，有的时候是那个蓝色的？据说士气值满的时候是蓝色的，你看，啊，士气值不满的时候就不是。直接走，来，你看着那个女的说吗？来，这个声音好像是她发出来的啊。这个叫蝎子女。这是完全2个不一样的版本，就是它连基板都不一样。这个是100、103、106，那个是204、205，一个是1，一个是2，完全2个东西啊。啥时候是绿色？明明是蓝色，怎么是绿色？你看那个能量没有，对吧？1P乘以1孔明139057，对吧？你多少那个？它底下那个士气，你看那个蓝色管满了亮了，哎，他把这个怪打死之后，只要它亮了，你看这就士气满了。逆势。啊，这是经验啊，这个玉如意是经验，包括那个阿斗也是经验。啊，令牌，这里这个有的令牌，很多人看起来是令牌，2个令牌长得不一样啊，一个是援军令，一个令牌是援军，一个令牌是加士气。这家一顿 A 呀！这熊在那个无火神焰扇面前，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啥也不是，一脸粉刺啊，没毛病啊。好，哎，你说这个大石头捏的跟牛肉丸似的，这大石头怎么做的呢？太狠了啊！咋做的呢？好，哎，这个石头莫名其妙消失了，追到一定程度，这个石头没有那个贴图了，直接消失了。好，来看看有阵图，夏侯渊一个上挑，真有劲儿啊，真有劲儿，士气。死吧！哎，摊上了，再等他一波。这个牛金是灭霸啊，他手里面拿的是无限手套，看不看见？单手一个挤，一个单挤啊，单手挤，然后加上一个无限手套，但是上面还没有宝石。
弹根香力量宝石啊，定住，我来了！好的，直接歘都死了，手速最快者，鎏金者的疙瘩血，赖逼啊！直接一手那个军令状啊，乘以3，有点东西的啊。哎呦我去！对，这个版本比2P 呢还多了一关，就2P 无论你怎么玩都会少一关，走曹军路线还能好一点，还能慢一点，但这个版本是多一关。也就是说，2P 里少了一关。当然，你像那个《三国战记119》，它就是正常是多一关，而封印在一起，无论你怎么玩都是少一关，啊，走什么路线都是少一关，所以说不一样啊。好，来看这个音乐，双夏侯，翻天斩，直接先买一个死吧啊！哎，他这几下打得不错，真的。走吧，好，定住一个士气值，换回来。这放这个降将，你看啊，还得有这个士气值，让人持续时间。好，打不满也还好，最牛逼是能打满3下。啊，就4下那就不说了啊，这一下应该就死了，但是已经没有了。一个雷 A 一下，直接再 A 一下必死啊！他选择雷死无所谓，都小事，咋死都行。死怕，你看吃一个军令状加2个援军令。好，死吧！这又是你啊！这华容道6王。华容道6王的概念就比较狠了啊，但是这里面因为有张合，所以说没有6王啊。张合有点东西。哇！好，定住之后，啊，你看晕了之后呢，有一个魂儿，你看他这个设计的挺有意思啊。晕了之后有一个魂儿，这个魂儿帮着叫他，想给他叫醒，对吧？啊，这是打满了4点，然后第5点无论怎么打都打不着的啊。这有一个魂儿啊，这个叫魂儿，这个太狠了啊！就是你起来呀，醒啊，太嘚儿了啊！啊。召唤这个东西一下就 A 没了，就正好火属性克他。成玉，好，打这个东西也是加那个什么啊？我在想为什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挨打加士气，对吧？你打人加士气我就算了，比如说你看你 A 一下这个加士气，但你挨打也加士气啊，我也是真的醉了啊！发生什么事了啊？哎，好，
为了加这点士气，也是真的拼了啊！还差一个，最低分记录也还有吧，但是没有人打。这个你就是因为他这个很无聊，你要低分的话，他很无聊，他除非有人那个赞助或者什么的啊。好。这没有多长时间，你们那个快进的一点耐心都没有，有的我都忍不住快进的，但是呢，这个我知道怎么回事啊。好，主公饶命啊！一个大劈，好，捡起来。这个我们看一下啊，一共2管血，牛筋还是0。你说快速把这个曹操打死吧，心情还不好。好，他喊的到底是什么？是赌神商周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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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猜就是这个伤害太高了啊！这就是漳河战记。什么是快乐星球？吾不服啊！这里面他居然敢称孤。赤壁之战的时候啊，兄弟们，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还是丞相啊。咱们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谢曹丞相赠剑嘛啊，《三国演义》里面是这么写的。曹操呢是先称公魏公，然后再称王魏王，但赤壁之战的时候还是丞相，对吧？好，一个锤，咣咣2下，后黑啊！日月神教教主周泰。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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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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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觉得这个灯特别有意思啊，放这个灯反着放啊，对着放，对着放它反着来，从身后放的那边来。好，哎呦我这一遮，太嘚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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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说这个张合，这鸡巴张合真的是泰森的弟弟叫太猛，我跟你讲。太赖了啊，这个啊。
好，我们看看。没有，这个七星灯是那个版本，它七星灯是在队友死的一瞬间，你可以放七星灯。哎呦，这个可以防御第一时间反击。一会儿那个坛子怪可以搞一下啊。好，坛子怪，他来勾引这个雷，把这个雷勾引出来之后呢，可以腾腾腾腾腾，哎，双龙，对吧？反正这个降将打这种坛子怪是真的随便打啊。那么傻都能看见是左下右上角这只嘛，对不对？他妈的头上没有符，谁不知道啊？真是。哎呀，哇，这张合，哇，真是。好，这边吕布呢也是怕火，随便 A 卡住 Y 轴 A 就完事儿了啊！哎，好，这一手托马斯，哇尼玛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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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哎，你看卡 Y 轴卡的非常好啊，这个 Y 轴，陆布，好，他这个有音频有点难受啊。奉先威名远播，某求之不得。一手令牌，这是吕布令啊。吕布呢是兵属性攻击，基本上怕火的人，只要他怕火，你一手吕布啊，嘣嘣叭叭的，这吕布死的跟赵四儿一样惨啊，你懂的啊。好，好，来看看这个各种不控制啊。是奇门遁甲里的，就是从奇门遁甲里面编出来的。他不是蛊惑你，是冻死你，冻死你啊！
这明显就是那个钓鱼的嘛，一个钓鱼的老头儿，身上全是补丁，跟这叭叭叭叭的，啊，啊，你老叫我名字干啥？都是你！啊，这一顿啪啪的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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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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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哎呦我！你把左慈都给刷出死了，太他妈赖了！倍叭叭的啊，劲儿的，我是真的服了啊！我来了啊！今天有多少个人准备看晚上那个1点钟那个球的？看球。好，我们看看这个该不要的东西也无所谓啊。这里面有一首吕布，看不看见？如果一会儿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有那个叫杀魔科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吕布瞬秒杀魔科啊，吕布单秒杀魔科的啊。什么球？对啊，中国对菲律宾的那个球啊，对不对？好，来看看沙漠科啊，一个八卦阵，好，来看看八卦阵，召唤，刷分啊，这个主要以刷分为主，谁跟你吕布啊？吕布那秒人那没啥意思啊。赌神商周经。哎呦，我这被打一下老疼了啊！如果说咱们正常，如果说是很多人都知道，你要穿那个蛮王藤甲的话，被火属性打一下，那真是老疼了。好，小兵打不了多少分，我感觉还是靠牛筋啊。这卢钩子是谁？啥叫卢钩子是谁呀？真是啊！好。好，一顿 A， 雷正常可以显示，
专门用来勾炉子的那个外圈呀，你是真有靠啊你啊，这你也回答。好，你看他金手套，哎呀妈，这他妈太背了！梦幽加梦惑。最狠的是他那个必杀，他那个发技能叫呜噜噜噜噜噜噜，哇！好，大象，这大象浑身都是刀疤，而且大象白眼珠子啊！大哥，你刚才他的这个技能打了个寂寞，好，吕布1、2，然后1、2，然后直接下来了，看看见，1、2压，还没压就死了，操，这就是陆布啊！陆布太他妈强了！这第一武将作为援军，屌的要死。狼王铜甲要不要？不要的，不要的。当当当当当当。好的，我们看看，捡起来吧。凤仙我儿为何如此啊？好，我这个放水，我去。好，来看看滴滴的蛇，这就是我跟大伙说多了一关。很多人说，按理说打完都应该打什么曹操跟那个孙权两个组合了，或者打真吕布了，是吧？当然那是另一个版本啊。这个版本呢，咱们是走到刚才那个地图之后呢，还会再打这一关。这关也是来打东吴，但是咱们是旁击侧啊，从这个下水道进去啊，一会儿下水道进去呢，他就是还打那个孙权了啊，最后的 BOSS 是孙权啊。这个版本是这么个路子。好，芝麻开门。大哥，这在下水道里蹲着，太嘚了啊！好，一顿突突，这就是打分神器啊！操，这落地直接被揍了。哎，你说这个许褚他的小兵也是胖子，瞧不起谁呢？许褚的手底下的亲兵就全是胖子是吗？你看，拿镐头，又拿镐头，又拿什么锤子的，劲儿劲儿的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啊，
这个来到这个侧厅，侧厅进去就是大殿。你看这个地图衔接的啊，感觉有违和感，就是因为你玩其他版本玩多了。这个其实才是正儿八经《三国战记2》的原始的这个第3代改版，就是100、103到106，这是《三国战记2》的106版，正儿八经啊，不是106S 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啊，不，好，哎，这没打着。这黄盖吧，就是他我感觉这个黄盖啊，这个绝对是天天慢跑啊，他有这个有氧运动。嘣嘣巴巴的啊，能复制的是2P 的204版本，不是205，205复制不了，205只能无限那个神器。好，啊，直接呼起来，唰，啊！好，上起来。我感觉黄盖就不应该叫黄盖，给它起个名叫黄带。啊！哎呦我去，这个连击看没呀？小兵加这个一顿要死啊！赶紧走。一个雷，有危险啊！这个黄盖最牛逼的就是它可以选择2个电叉，然后把路堵上，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跟你对战啊，跟你玩命。这黄盖多狠，相当凶狠的一个角色啊！这里面就比那个《三国战记1》里面那个黄盖就牛逼多了。《三国战记1》里面那黄盖除了会爱的魔力转圈圈之外，什么都不会啊！真的什么都不会啊！好，准备好一个雷啊！打这种小兵啊，一定要记住用雷最实惠。好，我们又看到了一会儿的孙十万，这里面孙十万是白色皮肤啊，小白龙皮肤，所谓的后娃皮无管血，一个兵啊，孙权无管血，好意思。最后一关，所以说《三国战记2》里面最后一关的 BOSS 写的太唐突了，无论你怎么打都是 ZB 啊！对啊，无论你咋打都是 ZB， 我也真醉了。好的，他这个死吧这个招啊练的还是不够完整，他这个是下前 A 能练出来这个招的啊。好了，准备好一个士气，然后八卦阵，然后换成牛筋。他这个八卦阵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八卦阵的这个释放时间太长了，不适合联机啊。当当当当！好了。
好了，看看这边啊，这个血量，其实怎么打都行了啊。想要杀死这个孙权，早就杀了。一手八卦阵，直接配合上谁呢？直接配合上这个什么张合、吕布啊，这孙权对吧？9条命都不够死的啊！当然，为了贪分，最后一个牛筋了，最后一个牛筋了啊！哎哇，这一个葵花第三式啊，锤掉！我们看看啊，你不要着急，现在7700万是吧？哎，不着急的。他为什么不给爆东西？我们看看最后奖多少分啊？敌将挑战这奖了3000多万，加上113万任务挑战，对吧？3400万，这样的话呢是1个多亿啊，对不对？这是1个多亿，是1000多万，比那个之前的飞花呢是多了几百万啊！你看啊，对吧？大概是这个情况。这里面也会告诉你获得了什么道具、补给什么的，不多说了啊。在最后呢，也是感谢咱们大伙儿的收听。如果大伙儿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